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欧美小黄油介绍，是由 The Grace 发表于 Patreon 网站，仍在开发设计中的作品 The Grey Dream。该作暂无支援官方中文，可考虑搭配 Textractor 软体不用。然后，当前游玩至 2.0 版的测试第二章，游戏长度约1至1.5小时。又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小黄油的 Patreon 界面，作者提供了测试版本给有兴趣的朋友试玩参考。大家好，我是九龙，平凡的人读不凡故事。欧美 H Game The Grey Dream 的故事描述，主角是名正准备进行面试的年轻人，但当他前往要面试的那家公司后，却发现老板居然是前女友的爸爸。这样一来，他得到的工作机会还能算数吗？又尽管本作故事前期均环绕着求职叙事，但借由人物设定推测，则明显这家公司内部存在不少秘密。且看他们终将随着时间酝酿发酵。又暂时来说， The Grey Dream 的故事元素应该会聚焦于友谊、交友、商业活动以及秘密。接着继续来介绍这支小黄油 The Grey Dream， 它是选择导向的视觉小说，有配乐像是中东旋律以及其他，另外没有色特效音。又该作有色动画，色时可以调整3种视觉，但目前实际发生关系的场数仍不多，约2幕，一幕在分歧路线处，一幕在回忆里。延伸前述，建议本作游玩时尽量放慢对话，不要采用快进模式，因为动画很容易被跳掉，并且它的动画风格与当前市场上的其他欧美小黄油略有区隔，它的意象优美。至于身体建模的部分，搭配上动画表现，整体来说不错。也许极少数的角色脸模以及穿搭比较不合个人偏好，但相信玩家能在本作众多角色中找到属于自身的喜好，例如咖啡师莉莉以及海莉。并且 The Grey Dream 相较起其他欧美小黄油，它角色的五官展演不仅局限于灵魂之窗，同时也很注重嘴唇一张一合间地呈现。结尾前再回顾一下本作的故事节奏，如果它的第一章成功地让我感到惊艳，那它的第二章则稍显后继无力，可能与女角出场一次太多位有关。目前以10几来位，就看未来主线是否都集中于封面那4位身上。还好，第二章尾段的分歧路线时，有再度点燃我游玩的热情，并会好奇这些分歧路线将带给后续多大的影响。由此来看，则本作目前对我个人而言有2个值得持续观察的特点。第一，游戏内做出不同选择时，偶尔主角的心境略有差异，就像是 The Grace 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玩家形塑他的性格。且听说随着你的形塑不同，将影响特定女角未来如何对待你，但请恕我没有逐一深入测试。可是我知道的是，不同选项的确可能出现不包含色场景的其他独占画面，甚至它还能给你选择究竟昨晚有没有发生过一夜情。第二，打从第二章开始会有较大幅度的女角支线差异，就这部分的分歧，因游戏版本仍在前期，是以无从得知各分歧的未来影响。最后小结一下这次的小黄油介绍，它拥有不少能打动我的点，但与此同时，我却也难忽略当前游戏版本曾有过微量削弱我游玩兴致却难以形容的情况发生，也不确定后续篇章是否还会再度出现。所以单以前期来说，我很推荐各位老司机不妨试试。不过对于它的后续发展，我暂时只能持保留的评价。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若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若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